牛头山上，一个巫医谎称自己是神医扁鹊，正在此地招摇撞骗。不料此时真正的扁鹊跑来，可众人都不相信。巫师说他是个妖孽，因为没人能证明他的身份。百姓们表示他破坏了法坛，纷纷要将他处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小伙跑来，表示他不是妖孽，自己爹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。原来是扁鹊听闻此处瘟疫横行，特意来此。他先是来到一户农户家，帮助救治性命垂危的老汉。扁鹊把过脉后表示，老人得的是疟疾，再不治疗恐怕性命不保。说完，连忙从身上拿出秘药，为他贴在患处。小伙非常感激，连忙请教他尊姓大名。他表示：“我乃齐国人，别人都称我为扁鹊。”小伙听后大惊：“您就是神医扁鹊呀？那你在牛头山的法坛上托巫医显灵，为何不应验？”扁鹊有些纳闷，大为不解。此时的牛头山上，一个巫医正在假借神医扁鹊的名号在招摇撞骗。扁鹊看见后勃然大怒，这明摆着是在毁坏自己的医名。他走上前去和巫医理论，表示自己才是真正的扁鹊，可巫医却认为他是假冒的。百姓们见他破坏了法坛，不管3七21，就要将扁鹊处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伙子及时赶来为他证明。他表示自己的父亲就是被他治好的，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。众人回头望去，只见重病多时的老汉竟然痊愈了，乡亲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恩人，你受苦了。老汉证实了扁鹊的身份，大家这下总算相信了，他就是扁鹊，纷纷跪地求神医救他们的性命。巫医回去后心生怨恨，这个扁鹊竟敢跑到此地来跟他抢饭碗。几个人一合计，准备将他身上的医书弄到手。在扁鹊的精心治疗下，百姓们所得的瘟疫也都渐渐康复了。这天，扁鹊上山采药，途中却遇到一个男子草药中毒。扁鹊见状，急忙为其医治，男子这才喘过气来。扁鹊很是不解，问他为什么要胡乱吃药。男子回答：“如今瘟疫横行，我身为医者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于是便学神农尝百草，想要拯救万民。”扁鹊听完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男子说他名字叫新生。随后他问恩人尊姓大名，得知面前之人就是神医扁鹊，新生连忙跪拜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，恳求扁鹊能收他为徒。扁鹊也答应了。回去后，扁鹊见先生勤奋好学，就对他说道：“你想多看这些医书，这很好，但更要牢记，丹心应钦天，热血医百病啊。”新生表示多谢恩师指教。夜半3更，外面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原来是国的公子病重，性命垂危。他们到处寻找扁鹊，却找不到。今日听闻先生在牛头山行医，夫人特命我等来请先生为公子治病。扁鹊听后表示，宫中御医众多，我只是一介乡野草医，恐耽误了公子的病情，而且这里的病人也都离不开我。这时先生走出来劝解师傅，表示救人于救火，不如就去看看吧。此处的病人就先交给我了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最终，扁鹊终于答应了前去救人。神医扁鹊刚被请到王宫帮公子看病，怎料却来迟一步，国公子已经驾鹤西去，王宫内已即将要举办丧事。可扁鹊却心存疑虑，不肯相信，非要亲眼看一看公子。国夫人哭的是肝肠寸断，但她还是默许了扁鹊的请求。扁鹊一刻也不敢耽搁，连忙上前查验公子的尸体。此时，旁边的太医和巫师微微一笑，就等着看神医扁鹊的难堪。得知公子生前的排泄物呈黑色，且在咽气之前大叫了一声，他啊了一声就咽气了。得到这些信息后，让扁鹊心中更加笃定了，公子还没死。公子如今的情况乃是失去。听到这儿，国夫人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恳求扁鹊能够救自己的儿子。扁鹊淡定取下公子的冠帽，随后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根银针，紧接着扎进公子的百会穴中，吓得众人面面相觑。御医怒问他使的是什么妖术，这么长的针扎进头里，这不是死人也得被扎死了。可是扁鹊丝毫不理会他，继续自顾自地帮公子针灸治病。国夫人被吓得头晕眼花，不敢再看下去了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谁能想到扁鹊施针还不到半炷香，公子竟然真的起死回生。众人惊呼奇迹，纷纷称赞扁鹊乃真神医。随后扁鹊准备去膳房，他要亲自为公子煎药。晚上国夫人大摆宴席款待扁鹊，并有意要留下扁鹊，封他御医为自己所用。可扁鹊一向淡泊名利，只想悬壶救世。另一边，几个太医非常嫉妒扁鹊，没想到公子竟被他用银针救活，这天大的功劳可不能让他一人占了去。于是赶紧换上巫医服饰，准备要请神。结果一番操作下来，又把公子给熏晕了过去。国夫人得知后，立马请来扁鹊。扁鹊一来到公子寝殿，就被满屋子的烟气熏得直咳嗽，慌忙询问公子昏死的缘由。御医这才吞吞吐吐的回禀。扁鹊听后气个半死，信巫不信医，不可治也。国夫人斥责了御医的行为，让他俩立刻滚出去。扁鹊也赶紧再次施针救人，并且这一次扁鹊明显感到有些吃力，出了一头的汗。好在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公子又再次起死回生。国夫人直呼真乃神针也。神针救了我儿。
这下所有人都对扁鹊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国夫人更是派出绝色美人相伴，封扁鹊做了最高衣冠太医令。可面对貌若天仙的美娇娘时，扁鹊丝毫不为之动摇。面对荣华富贵、权力地位，他最终选择要悬壶济世。宫内的一位太医对他十分钦佩，于是暗中偷偷将他送出了宫。事后，国夫人大怒，命令众人立刻再寻。官兵们在民间抓了很多的郎中回来，可就是没发现扁鹊的踪迹。国夫人为之震怒，直言这个扁鹊真不识抬举，居然悄悄逃走。大臣说扁鹊应该是又回到了牛头山上，臣马上就带人将他给抓回来。而无疑对扁鹊心生怨恨，于是暗地里买通了将领，让他找机会除掉扁鹊。而此时的扁鹊的确是又回到了牛头山，刚回来，乡亲们就告诉他：“你那天刚走没多久，那个先生就偷了你的医书逃走了。”扁鹊得知后破口大骂：“真是个畜生！”又对老汉说：“国夫人想留我在宫中做太医令，我如今偷偷的跑回来，已经是触怒了他。”老汉听后非常担忧，要是宫里追查下来的话，恐怕扁鹊将会有杀身之祸呀。果不其然，子豹发现门外来了大量的官兵，让扁鹊赶紧逃吧。他立刻收拾衣服就要跑。老汉想了一下，抢过衣服说道：“恩人，看来已是难以逃脱，快把衣服给我吧。”扁鹊犟不过老汉，最终老汉换上了扁鹊的衣服，骑上骏马一路狂奔。这一举动立刻吸引到了官兵，他们误认为那就是扁鹊，于是立刻就追了上去。追了半天，发现追不上，领头的将领拿出弓弩，一箭就射中了他，连人带马坠下了悬崖。子豹得知父亲坠崖身亡，悲痛不已。扁鹊非常自责地对他说道：“你父亲是为我而死的话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就做我的义子吧。”子豹立刻就喊扁鹊为父亲。另一边，扁鹊的女儿子雀对父亲有些埋怨，表示父亲常年在外行医，只知道他的心肝脾肺肾，全然不顾母亲的重病。夫人对女儿说道：“不要怪你的父亲，他常年在外医治穷苦百姓已是不易。等他此次回来，我就与他商量你的终身大事。”子雀听后害羞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。而此时的扁鹊和子豹已经离开了牛头山，一路跋山涉水，终于回到了齐国。回到家中，见夫人面色憔悴，扁鹊十分内疚，于是赶紧为她把脉，并表示自己从今以后再也不离开他们母女俩了，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收的义子子豹。很快，扁鹊就治好了夫人的病，一家人相处的其乐融融。扁鹊还精心传授子豹医术，并且子豹也跟子雀日久生情。扁鹊也有意要将女儿嫁给他，也好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，造福百姓。这天，子雀很好奇子豹种的都是什么花，子豹耐心地向他讲解：“此乃芍药，它能治腹痛，又能补虚，更是退烧的好药材。”子雀蹲下又问：“这又是什么花啊？”子豹回答道：“那是菊花，它能明目清毒。这些知识都是父亲教我的。”扁鹊夫妻看到后非常的欣慰，一家子本可以这么平淡幸福的生活下去，可很快平静的日子又被打破。由于扁鹊已经名声在外，民间都在传说他的神迹，称赞扁鹊是非人非仙，长着喜鹊的头，人的身子。齐恒侯的寝宫内，太医为其把完脉后又卜了一卦，随后太医立即报喜，卦象表示君侯您能鸿福齐天，万寿无疆了。齐恒侯听后大喜，并且他也听说了扁鹊的事迹，非常好奇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人，想要见一见他的真容，于是立马就召见了扁鹊，命人将扁鹊带进了齐国皇宫。宫里的妃子们也纷纷赶来围观神医长什么样子。齐恒侯笑着说道：“扁鹊，听闻你医术高超，能够起死回生，寡人倾慕你多时了。”扁鹊，你不谢君侯。一旁的大臣斥责他是不是耳鸣了，扁鹊急忙表示他是在分辨君侯的声音。他表示齐恒侯病在肌肤，随后又把了脉说：“你果然有重病。”没想到却因此触怒了齐恒侯。那么扁鹊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呢？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揭晓。